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傅鹤林傅老师，感谢大家再次收看《寰宇惊奇》。今天我要讲让大家惊奇的一个话题，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个人叫做特斯拉。这叫特斯拉啊，他是你看我的标题，我为什么要用英文写在上面，中文写在下面呢？因为这个英文大家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中文的资料比较贫瘠。可是英文资料非常非常的多，后面那个红字最接近神的大师，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发明的东西对当时不起什么作用，可是越到未来，你越来越发现他的东西实用价值越来越大啊。他是1856年7月1号生，1943年1月7号死啊。那么86岁，他是一个这个塞尔维亚美籍发明家，因为他后来入籍美国人，35岁入籍美国，是一个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应该说是机电工程师，因为他研究马达、研究发动机，应该算是一个机电工程师。最重要是后面那句话：未来学家，同时光之父。他很善于利用光，很善于在大众面前表现他的特色。这张是他3张照片，一个是在克罗埃西亚。为什么写克罗埃西亚呢？现在叫克罗埃西亚，他死的时候呢叫南斯拉夫，所以他过世的时候是2面国旗在上面，一个是美国国旗盖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国旗盖棺，现在叫做克罗埃西亚啊。中间是24岁的特斯拉啊，然后最右边是1931年他75岁的时候，他上了《Time》杂志啊，以他为封面。他拥有从无线电到机器人再到雷达，而且后面那句话，所有未被认可事物的灵感，就是你只要未来的东西，他都有灵感啊。被形容是一个有才华的疯子。下面是他的发明的若干项的其中之一啊：荧光灯、X 光、电子显微镜、微波通讯、卫星通讯、太阳能、导弹、计算机、汽车测速机、电视，还有垂直起降的飞机雷达。还有一个就是喷射引擎啊。1931年，《时代》杂志要求这个爱因斯坦啊，对这个爱因斯坦比他小20几岁，但是他也成名了，所以他要求爱因斯坦在1931年呢，请他对特斯拉啊写一个评论。那么他很有礼貌地做出回应，他说：“作为高频电流领域的杰出先驱啊，我祝贺您一生的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就是他的观点。但是后面还有一个他的观点，大家看，爱因斯坦大了23岁，这个他是1879年，爱因斯坦1879年生，他是1856年生。那爱因斯坦曾经被问到啊，这个英文在右上方，如何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啊？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特斯拉啊。”表示他也认为特斯拉应该算是非常的一个 smartest man。他的地方在哪里呢？大家注意看，在这个我红点的地方是他的位置，在欧洲啊，在欧洲啊，克罗埃西亚，看到没有？欧洲，他就在那个地方诞生的啊。这张照片是1921年4月23号，爱因斯坦在 RCA 纽约的这个无线电学会中做一个巡回的演讲。那么讲完了以后，他跟所有与会人照了一张照片，这个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我们也没有时间了，我们只看我有2张箭头，两个蓝色的箭头，中间那个是爱因斯坦，他后面的就是特斯拉。当然有人说那个不是特斯拉，但是我看这个长相很像特斯拉，所以我还是用了这张照片啊。他的缺点是他对金钱跟法律啊毫不在乎。这是他一生中的致命伤啊！很多电子公司呢，知道他的缺点呢，就派出了很多能言善道的律师，夺走了他大部分的专利。那么1943年1月7号呢，所以他非常的穷困，在穷困中呢，连看病都没有钱看病。他最后过世的时候是胸口痛，痛了以后，他就房门贴了一个请勿打扰。那第2天就是那个扫地的人一看他怎么还不起床敲门，已经死在里面了啊！那他的成就呢，当时并不为太多人所知道，除了 FBI， 除了美国军方，
但是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呢，它才出现在世人面前，同时被世人认可。你现在去美国问特斯拉啊，大家知道特斯拉是什么汽车 ，Elon Musk 的汽车，但是啊，慢慢逐渐的，他的才华已经被逐渐的认定，而且时间越来越往前走的时候，他的名声会越来越大。他有一个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啊，他身高很高，188公分啊，他过目不忘。注意后面那句话，他每天只睡2个小时啊，而且他实验的时候，他不喜欢在纸上推演，因为我后面会讲到，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啊。那么他这个朋友形容他温文儒雅，所以他在这个女生群里面啊，他非常受欢迎。但是呢，他很不喜欢闻香水啊。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玩下棋啊。年老的时候呢，就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后面那个小公园，那个小公园我也到过，也不是很大。纽约市立图书馆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他在市立图书馆后面干嘛？喂鸽子啊。那有一次啊，他被一个计程车撞了一下，撞了以后呢，他身体就每况愈下，就几乎大部分都在病床上面啊，最后是孤单的死在旅馆里。这张我特别要讲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给它叫做天脑内视力，他脑子里面有一种内视的能力。我后面有一个叫虚拟实境啊，他这种一种奇怪的力量，他很小啊，在数学上就很有天才，他脑子里就会计算啊，而且越麻烦的东西，他计算的越快，而且橡皮擦一擦掉了，这个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那么大家可以注意看我这个红字啊，他只要想到一个东西，你看右边那个图，他马上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要做出来，让它放到这边。现在我跟大家讲，有一个软体叫做 Pro 1啊，这个 Pro 1有一个 Fly Through 啊，就是说你可以进去看里面的构造，也可以看外面的构造。同时你把图画出来以后啊，你用 Prototype 可以做出一个原型叫 Prototype， 但是它不需要这些东西，特斯拉在脑子里面全部可以一次合成 3D， 它可以想到一个东西就做成一个 3D 啊，所以它省了很多事情啊。如果他想到一个物体，他就把它呈现在外面，它的外观、它的特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系统工程，我们要模拟做数学模式，然后东西出来，他不需要，他只要脑子一想就出来，这是他的特色。第二个，他大2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大病完以后，他脑筋就像 camera 一样，看到什么事情马上记得。1882年，他在欧洲的一个电话公司做工程师，开始展现才华。其实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能够拆东西，能够做计算，已经超越他年龄所具有的能力。到了大2的时候啊，他这个进到大学里面哈，跟老师对答。那当时他们对于发电机马达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啊，他跟老师说这个问题啊，我交流电就可以解决。就为了这个问题，他跟老师很争执，后来干脆那就不念书了啊，不念书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去赌博。赌博了以后，慢慢他就跟书本越来越脱节，但他的这个智慧、他的特性以及他的天赋，让他进到电话公司。因为他母亲就是一个发明家，他爸爸是一个神职人员，他母亲是一个发明家啊，可能是得到他母亲的遗传。那1882年26岁，他到了巴黎，然后进到爱迪生的公司啊，然后进到爱迪公司以后的2年，他开始申请到美国纽约爱迪公司的总部，也就是美国GE公司的前身，它英文叫做 General Electrical Company 啊，通用电子公司，也就是现在美国的 GE 公司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人，这是他的觉得他是人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他要识货，这个人很识货，这个是他在欧洲的老板啊，所以他1884到1886年呢，他在这家欧洲公司做事，这个欧洲就是爱迪生公司的分公司，他的雇主叫 Charles Batchelor 啊，巴奇勒啊，这个人呢，刚好也是爱迪生的密友，欧洲公司的负责人啊，这张照片一般书上都没有，我是从国外很多杂志上找下来的，就他给特斯拉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认识2个伟大的人啊 ，Great Man， 你呢？他说爱迪生呢，你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年轻人啊，他到了纽约的时候，他身上只有4分钱，再来就是这封信。
那爱迪生当然了，因为是他爱迪生的命，马上就雇佣他，而且安排在爱迪生的机械公司做事。当时爱迪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的直流电他的发电机出现了问题，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运作。结果特斯拉呢，把他的直流机重新设计，一下的功夫就给他解决了注意这句话，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那1886年呢，他发现呢，爱迪生的公司里面他只是出卖体力，而且他就开始慢慢注意交流电的设计注意交流电的设计。那么这个里面呢，等一下我会放部电影，叫做《电牛大战》。这个电牛战呢，我结果就告诉大家，胜利的人就是特斯拉跟Westinghouse 那么现在全世界在1960年呢，利用这个它的名字叫 Tesla， 而且来定义磁感应强度，就是你这个磁场的强度用特斯拉来命名。这是1960年给它很特殊的一个猪笼。其实它这个猪笼对他来讲是 piece of cake， 并不是什么。他的成就，大家后面可以看到刚刚不是说他替爱迪生重新设计了他的发电机吗？用交流电，对不对？用直流电，因为他直流电嘛，他设计了直流电的发电机嘛。当时爱迪生答应给他，你只要做成了，我就给你5万美金。哇，这个特斯拉信以为是。结果做出来以后呢，对不起，爱迪生反悔，不给他钱。那么特斯拉后来说，好吧，你不给我钱算了，那你给我加薪好不好呢？只要18块加到25块。对不起，爱迪生拒绝。这一件事让他伤害非常的大，从此以后造成他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张投影片。好，我下面放一张图这张图是一个，你可以说是特斯拉的一个商标那么1894年，他手上左边拿了个电灯泡，电灯泡上涂了荧光。那这个电灯泡，你看他手上里面有电线。它没有电线，它是用无线电波照这个电灯泡，利用无线电波传递能量，让这个电灯泡发电然后拿在手上，不怕传电这是一张经典的照片，你注意的看这张照片，它在光线、它在角度、它的色彩取得非常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会抓到众人的注意力的人，难怪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他。这是1894年。再看下一个，这个是最有名的例子。1888年特斯拉线圈等一下我会介绍这个特斯拉线圈，到现在，我个人觉得美国都还在用它1887年，他组装了一个最早的感应马达，所以他是一个机电工程师。所以说，马达是什么？马达输入是动力mechanical 能量，但是马达呢，电了进去，然后让它输入是电，但是动力呢产生。输出是动力，发电机是刚好相反，输入是动力像这个风车，然后输出呢是电力，所以马达跟发动机是一体的两面。那1888年呢，他到这个美国电气学会现场表演特斯拉原理线圈的原理，同时呢给这个 Westinghouse， 也就是西屋电器的老板看到了，所以西屋电器的老板呢，这个 Westinghouse 呢就跟他一起要投资他。然后他讲了，他说我希望搞这个交流发电机左边就是这个 Westinghouse， 这是非常有名的人。这个美国的电灯泡，一个是奇异公司，一个就是 Westinghouse， 这两个都做电灯泡。而且 Westinghouse 这个人的女儿非常喜欢特斯拉但是呢，后来特斯拉觉得他太俗气了，没有娶她。这边我要介绍一下特斯拉线圈其实特斯拉线圈它的功能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大家知道变压器呢，它其中一个功能相当于变压器。变压器的功能就是调整你的电压，低电压、高电压，你绕线圈，这边绕个5圈，那边绕个10圈，绕的圈数越多，电压变化越高，对不对？同时用特斯拉线圈呢，它利用变压器的这种原理，它可以产生极高的电压，100万伏特。然后在这种极高的电压下，它产生人造闪电，这是它的特色。但是它不用我们传统的变压器，所以我说它类似变压器的功能。它利用电感跟电容，利用电路产生共振电路
啊，震荡电路，让震荡电路中间把电压调高，这是特斯拉线圈最大的特色。右边就是它的猪笼从上到下啊，整一个版面，这个是它的 POS， 上面是它的签名。1891年7月30号，那么35岁的特斯拉呢，到了美国，在第5大道呢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这个跟爱迪生分道扬镳了。他利用建筑物啊来产生共振，产生人造地震，结果引起了警方的投诉。啊，共振的速度越增加啊，他的仪器就量出来房子的共振频率，他把房子的共振频率都找出来了。我想这个结构工程师目前我们现在结构工程还做不到，这是用模拟，模拟都是假的，他不来模拟，他就是来真的。同时呢，他在纽约一些地方呢用电点亮了电灯啊，做无线通讯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当时1891年以后到这段时间，到了美国跟爱迪生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住的旅馆叫做纽约客，那个很多旁边可以看到很奇怪的光，都是他在搞啊。1893年到1895年，他研究高频交流电，就是产生我刚刚讲了，用这个特斯拉线圈，利用这个震荡的电路的原理，产生了100万伏的交流电。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又很会作秀，所以他在1892到1894年担任了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的副主席。这个电气工程师学会，大家如果是在学校教书的，尤其在 EE 的，跟电子有关系的 IEEE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会。现在几乎上全世界有名的科学家、工程师都以进入 IEEE 为荣啊。那后来呢，他就是一个这个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的先驱者啊。那1893年他做了一个演讲，我下面的红字啊，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演讲？因为这个演讲对后来有极大的效应。他说许多年以后，人类的机器可以在宇宙中任何一点取得能量，而且这个能量啊能够驱动机械啊，这个他讲的非常重要了。未来哦，现在都不行哦，就是现在这个它的能量是从无线传递的。他在1893年就已经讲出来这件事情了。好，1893年他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也就是电流大战里面爱迪生输掉的整个关键。1893年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举行，时间是1893年的5月1号到1893年的10月3号。那特斯拉呢，拿到了威斯汀豪斯所给的钱，这是一个这个当时有2个很大的很有钱的人投资高科技的，一个叫 JP Morgan， 他投资的这个爱迪生，另外就是Westinghouse。那么这2个人呢，一人雇佣一个，到最后 JP Morgan 也投资他，这是后面再讲到。那 Westinghouse 呢，他就帮助这个特斯拉呢，赢得了1893年世博会的用交流电点亮10万个灯泡啊。那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一段，他们2个去投标，那么结果发现呢，这个爱迪生公司呢，因为它是直流电，它的 power 呢没有办法点10万个多个灯泡，都对不起，它知难而退。但是特斯拉说它可以，点了10万个灯泡，让这个全世界在透过这个博览会啦，发现到，哎呦，交流电有这么大的好处，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卖点啊。下面我会放几张图片，然后这个里面我要讲一下哈，这个里面他们竞标的时候啊，有180万美金的竞标啊，然后出价的情况不顺利，后来这个180万再加码到个十百千万10万55万啊，150万再加了这么多钱，然后呢，威斯汀豪斯呢赢得这个标，然后呢用这个39万美金的标价呢，为博览会点亮了10万盏电灯，交流电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芝加哥的博览会。我左边2张图，这个 popcorn 这个爆米花哈，爆米花的由来就是从这个博览会里来的。下面一个蓝带啤酒，这2个都是在这个芝加哥博览会里面的开始的东西，现在已经很普遍了。所以这个博览会具有承先启后的效果。箭牌口香糖、薄荷啊，也是这个时候起来的。这个就是博览会的一个限制，当时的画像。下面这张图就是经典照啊
1893年的5月1号晚上，美国当时的总统克利夫兰亲自按下了电钮，点亮了当时芝加哥博览会，超过2700万的人进入博览会的大门，它是称叫光之城啊。同时由12000匹马力的交流电呢，点燃了这个城。这个是现场的一张照片啊，现场的一张照片，我的红字叫做光之城。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白炽热灯啊，它的效益啊，从能量的观点，最多没有超过5%，但是它既发光发热啊，光跟热不成比例，但是它的光给大家很大的一个震撼。好，这个是现场啊，左边的2张。左边的一张跟右边的一张，通通都是现场的照片，这是非常难得啊！因为在这个国外杂志上也找了很久，找到这样的照片。只有当时芝加哥博览会这个10万盏灯齐亮的时候，灯火通明，全世界眼睛为之一亮。这2张照片看得很清楚。到了1897年的时候呢，他开始研究无线电传送啊，这个里面哈，我这里面最前面这2句话。他1897年呢，他一边说传送呢，哎呦，既然发现宇宙射线的粒子基本方程式，这个方程式我不知道爱因斯坦当时有没有，因为爱因斯坦比他小20几岁嘛，爱因斯坦后来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是不是让他这个产生这个相对论的一个起因，我不晓得，但是他1897年就已经开始建立这个方程式，脑子里面运算，觉得可以，啪就出来了。然后1893年，他在这个密苏里这个路易斯城当场显示用无线电传送讯号。注意哦，大家知道现在课本上面有马可尼哦，马可尼是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但是你看到没有，他比马可尼要早8年啊，他1897年就获得了无线电技术的通讯啊，大西洋传递第一个不是马可尼，是特斯拉啊，这个里面我就要讲故事。1909年诺贝尔奖的得主是马可尼，但是8年前他已经做出来了，而且申请了专利。这个里面牵涉到爱迪生，爱迪生的干预下，美国的专利局要撤销了特斯拉的专利权，而且转授给了马可尼。那1943年特斯拉过世的时候，因为他告到美国最高法院，特斯拉过世的时候，最高法院判决马可尼不能指控他人侵害的权利，这个权利还是给了特斯拉，还他的清白。所以大家知道，但是现在的课本都没有改，因为1909年他已经搬出去了诺贝尔奖，你也不能追回啊。这是无线电啊。1917年的雷达啊，早在1917年的时候啦，特斯拉呢就跟美国海军提出，他觉得这个德国的潜艇啊，这个不容易发现，你要找出一种方法来，他就帮忙想，结果他发明了雷达，最早的雷达雏形。但是呢，爱迪生呢，在这个海军研究中心呢，他这个非常有关系。对不起，强烈反对特斯拉使用能量波的想法啊。那么所以延迟了18年，一直到1935年才由英国的沃特森把这个雷达发明出来。讲到爱迪生，我们大家知道，爱迪生说是发明灯泡，实际上灯泡不是他发明的，爱迪生只是改良灯泡，同时拿到灯泡的专利，非常重要一点。另外，我讲像瓦特也不是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改良蒸汽机，他发明了一个定速器，所以现在大家都以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是不对的。再来，这个伽利略1609年发明了望远镜，也是不对的。这个伽利略是改良了望远镜，真正的望远镜是一个荷兰人发明的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几个重要的发明，网络的东西有时候可以看一看，但是不能尽信。在下面，1892年特斯拉发明了 X 光，它比伦琴1895年要早了3年。右边这个实例，这个是他的手，他的手放在 X 光上下，说特斯拉拍摄 X 光的手部照片就是他的手他说这个东西很危险哦，他警告拒绝实施医学实验因为他觉得很危险。但是爱迪生，你说危险呢，我偏偏就要做。他本着敌人的反对就是我的支持就拼命的做 X 光的医学实验。最后呢，长期暴露在辐射线下，爱迪生的助手呢手被截断，他自己险些也快瞎了
1898年啊，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无人飞机 UAV， 这无人飞机的老祖宗呢，在西方呢就是什么？就是特斯拉啊。他在1898年在纽约的麦德森广场的花园里面呢，一次电器博览会上，他公开了一个无线电遥控船，叫做远程自动化。像美国专利，你们大家上网查专利号码就可以查到它旁边那个机器啊。然后下面，因为它这个是远程输送 remote 嘛，所以它第一次成功的记录接收了来自太空的无线电波啊。100多年前，他就持有电晶体的专利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专门讲。有人说他跟外星人有联络，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他成功接收了外太空的无线电波，同时他本身有一种异能啊，所以他跟外太空有一种联系啊，不可断的关系。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纽约客那个杂志上啊，有本杂志叫 New Yorker 啊，有个那个旅馆叫 New Yorker， 那本杂志叫 New Yorker， 里面他做了遥控船，右边是实体，左边是模拟当时这个船在这个走的情况，没有用电线，是无线电、无线控制啊 ，UAV 的前身啊。同时，他在这个做了一个水力啊，水的能量转换成电能，也就是水力发电机，在尼加拉瓜水电厂。右边这张照片是1976年兰斯拉夫送给纽约州的一个特斯拉雕像。这个雕像大家去 Niagara Falls 的时候还看得到。那么他把这个发电厂这水转换成动力，5000匹的马力的电，直接送到纽约给纽约使用啊！注意到尼加拉瓜到纽约，如果你换了直流电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直流电不能传递那么远啊，没有办法，它用换向，用高压低压、高压低压的关系才能够传得远，这就是他打赢战争、电油大战的最重要一个原因。然后呢，1889年啊，重点来了，他到了 Colorado Spring。也就是美国空军官校的所在地，他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讯号，从派克斯峰啊这一座山上面，讯号送到巴黎做无线电通讯的实验。然后这个里面他发现到，我们有电离层可以做通讯，同时地下有纵波有横波，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发电机，就是一个发电厂，也是插2个电机，地球就可以做一个很大的电池。同时他在科罗拉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他建立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瓦登克里夫塔啊，这个塔呢测到了地球共振的频率接近8赫兹啊。后来这个叫做舒曼共振，大家现在科学家，尤其现在搞这个生技的，一天到晚在研究舒曼共振8赫兹。这个创始者就是特斯拉，因为他不是在纽约搞地震吗？震，一开始让房子的震动，房子的振频出来了，他又搞一个大地震啊，把地球的振频也震出来了啊。他1898年在纽约搞了一个人工地震啊，输入的频率啊，差点把纽约夷为平地，就警察来以为是发生地震，结果发现是他在做实验，还好他发现了早，把它停掉了，后来没事了啊。这是1898年啊。他的好朋友叫了马克·吐温，大家知道哈，马克·吐温是他的好朋友。他这个是晚上工作，他晚上10点钟的时候，马克·吐温就到他家来玩了。然后他说：“哎，来，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球形闪电。”他就现场哦，我那个图遮住了，旁边就是特斯拉啊。特斯拉造出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实验室造出来的最大球形闪电。后来他这个闪电，科学家利用相同的设备重新制造，还没有它这么大，而且没有那么圆啊。球形闪电啊，这个人就是马克·吐温。好，这张也是经典照啊。特斯拉认为地球是一个旋转的大磁场啊，它能够产生极大的能量，但是你要找对方式，你可以把它的能量的电呢，透过磁场传到地球表面来，直接可以穿过大气层，而且这个能量可以传到世界任何地方。这就是刚刚他做那个塔的主要原因，这叫无线传电。这个技术到现在，在这个 MIT 最多只是在 MIT 点车的车站，我下面拿个手机啊，车站那个电灯下面那一段距离它可以做到，再远现在还在研究。但是特斯拉那个时候已经有构想，这个就是用无线传送做出来的照片，它在下面一点受伤都没有，人在里面啊，外面这个火光闪耀啊。
这个就是那个塔，那个塔后来在纽约长岛，这个隐藏了很多神奇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个塔后来拆掉了，那这个塔无线传递呢，这个右边是示意图啊，1902年的7月啊，特斯拉这个塔开始运作，但是呢，因为1次大战的关系，所以后来被强迫啊拆除报废。这个里面有故事的啊，这里面是有故事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在1900年的时候，特斯拉的梦想就是为世界提供自由能源啊。那么他在纽约长岛建了以后呢，这个声音图像的传递啊没有中断，然后它可以利用免费无线电做电力的传送。那么传送图像、传送声音。短程的，我已经刚刚秀了一张那个它的灯泡，已经看到，跟长程要透过这个塔，但这个塔后来在长岛的时候作废掉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了。1938年，他这个81岁的特斯拉呢，因为他很多地方因为穷困潦倒，他很多专利啊都被别人抢走了，因为他没有金钱管理的概念了，所以他没事做，他就头脑里搞了一个引力动态理论这个引力动态理论，据说在任何细节中都完美无瑕。他希望向全世界公布他的研究报告。1938年，这是我最后一句话，他是不是造成了一个引力门，打开了虫洞穿越时空旅行的一个重要关键的理论基础？1938年，后来呢没有被出版啊，这个资料哪里去了？不知道。这是特斯拉设计的飞行器，大家看看像不像 UFO 啊？他设计的飞行器，他也设计了飞机，那就不用讲了啊。我讲特殊的，我才在上面讲。1938年到1943年，他过世前，特斯拉在研究到 Teleforce， 我用英文，为什么 Teleforce 呢 ？Teleforce 就是一种这种远传的力量啊，这个力量就是死光啊，你看不到，可以把力量从这一点到另外一点。中间不透过任何电线，没有武器，它的空中就传递了，这个叫死光射线啊。它向美国战争部啊，美国国防部推销，但是没有成功啊。他提出来射线就是一个粒子装置，那美国政府呢，并没有找到安全的原型装置，是美国政府讲的。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1943年1月7号过世，在他过世之前，他已经知道美国总统要在1月8号召见他，而且就是要谈死光啊！注意啊，在他死后的第2天，但是他1月7号就死掉啊！我这边讲一下，这个是有历史根据的啊，所以他1943年死前在研究死光。他不喜欢爱迪生，但是呢，美国 IEEE 呢电机工程学会呢，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勋章，觉得他们这太了不起了，我都不颁给一个勋章给你，我是对不起你啊！而且表示我们这个实在是错认了一个天才了。他拒领，为什么？这个爱迪生勋章，我跟他是死对头，那颁个勋章给我不要，他拒领这个勋章啊。他在100年前，他就勾画出无线通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啊。他说，当他实现的时候，纽约商人可以及时下指令到伦敦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办公室，他可以在书桌前面打个电话到地球上任何一个人通话，而且不需要改变现有的装置。一个平民的价钱的装置，像手表大小，就可以让使用者收听，或者在海上，或者在路上，你听音乐也好，听歌曲也好，你政治家、科学家演讲也好，多么无人距离，多么遥远。相同的道理，我也可以传照片，我也可以传文字，我也可以传画作，或是出版品，也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传到其他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 email 以及我们现在的 iPhone， 他在10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而且写出来告诉大家。这是他154岁的生日冥诞的时候，特斯拉的这个 museum 在这个南斯拉夫以及 Colorado Spring 两边纪念他做了一个简介资料，我把它提供给大家参考啊。那特斯拉死后呢注意他所有的发明专利呢都认为绝密啊。军方联系 FBI， 他死了以后军方马上联系 FBI。那特斯拉去世后3周，注意，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John Tramp， Dr. John Tramp， 这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他成立了 Radio Lab，
他还有一个有名的人物，他是现在川普总统的叔叔啊，亲叔叔哦啊，他受命评估啊特斯拉的论文啊，结果这个他的叔叔讲了 ，no scientific notes， 他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机密的东西啊，实际上呢，这机密的东西在我认为已经被军方全部拿走啊，他的研究被宣布为最高机密。胡佛查封他，胡佛那时候 FBI 的这个局长啊，美国联邦调查局长，但是呢，这个经过家属啊，因为这个川普博士已经讲了，他说 no scientific notes， 根本没有科学的一些论述啊，一些资料啊，所以说 FBI 没有办法，2016年就把查封他的里面250页相关文件统统解密，而这些资料就被特斯拉的家人带到南斯拉夫。成立了一个科学博物馆，右边就是科学博物馆，左边两张有名的照片就是川普的叔叔啊 ，John Trump 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搞控制，也是搞雷达，也是搞无线电啊，非常有名，在 MIT。下面我们现在放这部影片 video， 特斯拉跟爱迪生的电流大战。好，一开始这个戏剧性的节目啊，一个人点了一个灯啊，煤气灯。第二代就是电灯啊，特别搞了一个花招。然后爱迪生呢在前面，他说他的电灯呢能够做什么样的事，他直流电能够发电啊。然后这个是从一开始讲述电灯的了不起，人类从煤气灯变成电灯啊。这为什么110伏呢？因为110伏产生的电灯的光亮跟当时煤气灯很类似。这个就是 Westinghouse 魏斯登Westinghouse 啊。这个是他的合伙人啊，他原来呢很希望拉拢爱迪生，但爱迪生根本不甩他啊。他有一次啊，他说要跟爱迪生见面 ，Westinghouse， 结果呢，火车开着，就是过站不停 ，Westinghouse 在那边等他，对不起啊 ，Westinghouse 在那边等他，他不停车，所以他非常高傲。所以 Westinghouse 也没有办法啊，他碰到特斯拉，就利用特斯拉的交流电来反制他。这个就是交流电跟直流电，哪些地方用交流电，哪些地方用直流电，画了一张地图啊。然后这个里面就讲竞标，这个芝加哥博览会，结果开始竞标了以后呢，两边对话，结果没有办法，爱迪生输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点亮10万盏灯，而且传不了这么远啊，所以由这个Westinghouse 跟这个特斯拉领导的团队拿了这个标，这就是电灯的交流电，让他这个特斯拉一席成名最重要的关键啊。然后这个里面后来说这个爱迪生没有办法，他说他问这个他替谁做事？他说他替一个 alien， 他跟一个白痴做事啊。就他形容爱迪生就是好像是一个白痴的意思啊。所以他们两边呢就是死对头。然后爱迪生呢很有意思，他为了要证明交流电不行用，他做了一个电椅啊，用交流电把人电死啊，还电死一个大象，说明交流电只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而不像我直流电是好的效果，所以造成大家对爱迪生的一个反印象啊。所以爱迪生并不如实际上代表讲，哇，真是一个发明大王。实际他在商业上他用很多技巧来对抗他的特斯拉，就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交流电到现在产生了极大的效用啊！这个电影就是讲述这两个人的故事。当时最重要还牵扯到，这个胡子主要是强调他们之间商场上的一些关系，而且这个里面提到的问题都表示说，科学家基本上来讲抵不过商业利益。好，我有一个小注，生错时代的天才，他为了贡献科学研究。终身不娶，这边旁边有4个女的，对他都非常有兴趣。他还有第5个女的，就 J.P. Morgan 的女儿啊，我没有放在上面。他每天只睡2个小时，但是没有念完大学，却取得了700多项专利，死的时候还有300多项专利待申请啊。他放弃了交流电的专利，所以他是交流电之父。同时，在诺贝尔得奖的时候，提名了11次，最后诺贝尔奖说。我把奖颁给你跟爱迪生，他拒绝领奖啊，两边又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诺贝尔说对不起，那我2个都不给了啊，所以他诺贝尔奖他也没有得到。这是他1931年75岁生日的时候，有8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跟他致函，
祝贺他生日快乐。1943年1月12号他葬礼的时候，注意1月7号过世，1月12号就葬礼了，很快的时间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蹊跷，我们都不知道。3位诺贝尔得主代表诺贝尔的团队跟他致辞他的棺木上覆盖的美国跟南斯拉夫2国的国旗。照片最右边、最左边是年纪最小，小孩的时候他就有天分，拆过手表，做过一个小的机器虫然后慢慢长大，24岁中央漂洋到美国爱迪生公司做事，然后跟爱迪生产生的瓜葛，然后一直延续做自己的交流电，到最后最右边过世。第一张下面的照片是 New Yorker 他的住的旅馆，到现在还是一个以特斯拉的 landmark， 他住的33层楼的27号房，28、27，一个是他实验室，那上面写了 Nikola Tesla Room，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就贴在门上那个照片那第3张照片，一个小的金属球，这是他的最爱。他对于圆形的东西非常想兴趣，他的骨灰就放在这个圆形的金属球里面，然后放在一个大理石的托柱上面，在南斯拉夫。右边就是他的一个墓志铭，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他的这个骨灰的一个球的下面有一张立牌说特斯拉这是1号人物最后我要讲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可以说是他的本身的写照他自己说的话最右边，他说 My brain is only a receiver， 他说我的大脑只是一个接收器。In the universe, there is a core from which we obtain knowledge。我这边翻译是说，在宇宙中有一个数据库，保存了所有的信息保存了所有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中获取知识strength, inspiration 同时从里面获取力量跟灵感。I have not penetrated into the secrets of this core。他说我没有深入了解这个核心的秘密 ，but I know it exists。但是我知道它的存在尼古拉·特斯拉然后这个中间那个铜像就是纪念他，下面就是特斯拉的这个来形容磁场强度的特性，下面是分母，是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磁场的强度能量，代表是 T 那么这个是尼古拉·特斯拉的一生那么最后这张照片我当成是一个影子，以后可能有机会我会讲到，这就是在纽约长岛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塔这个塔是用无线电通讯在他过世的第2天，美国总统本来要召见他，就是谈这个塔但是很不幸他死掉了，很有意思。在他死掉以后，他所有东西被没收了，没收了以后呢 ，FBI 的人坐飞机，军用运输机有35个人在上面，爆炸，空中失事。这是他事后过世的时候，是不是这批资料运送到某地区不知道，但是听说跟特斯拉有关，所以最后还是这句话：一位超越时空的神人，生错地方，但是带给我们交流链，带给我们的能量，带给我们的光和热。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见。